在商朝统治时期，西方有一个附属国叫周，这个国家逐渐强大起来。周人的祖先可以追溯到尧舜时代的有台氏部落，他们的首领后稷在尧舜时期担任农官，教导人们种植庄稼，为部落从狩猎生活转向农耕生活做出了重要贡献。为了寻找更适合耕种的土地，周人部落经历了多次迁徙。他们先是迁到宾地，在那里生活了300多年，后来他们又迁到岐山脚下的周原，这里土地肥沃，适合农业发展。周人这时的首领叫古公胆父，是一位贤明的领袖。他带领族人在周原兴修水利，开垦田地，发展农业生产。同时，他还组织族人修建城池，开拓疆土。在古公胆父的领导下，周部族逐渐兴旺发达起来。古公胆父的儿子季历继位后，继续大力发展周国。他加强军队建设，扩大领土，使周国成为商朝西部的一个强国。商王文丁看到周国日益强大，感到威胁，就设计将季历骗到商都，找借口将他杀害了。季历的儿子姬昌继位，他就是后人尊称的周文王。文王立志要为父报仇，推翻商朝的统治。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增强国力，禁止国人过度饮酒，禁止贵族沉迷打猎，奖励农业生产，鼓励生育，增加人口。在文王的治理下，周国越来越强盛。这时，商朝的王位传给了帝乙。帝乙是个有作为的君王，他花了9年时间稳定商朝的西北边境，又亲自率军征服了东夷。为了防止东夷再次反叛，帝乙在商都东面的朝歌建立了陪都。帝乙死后，他的儿子辛继位，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暴君商纣王。纣王天生聪明勇武，但由于父亲给他留下了一个相对稳固的政权，他整天无所事事，变着法子享乐。纣王动用成千上万的奴隶和工匠，花了7年时间，将朝歌建成了他的游乐场。他建造了高达1000尺的露台，用来观赏风景。在巨桥建立大仓库，存放从全国搜刮来的粮食和珠宝。在沙丘建立苑囿，种植奇花异草，饲养珍禽异兽。更荒唐的是，他命令各地诸侯选送美女入宫，在宫中用酒做池塘，把肉挂在树上，称为酒池肉林，整日与宠妃妲己饮酒作乐。他还发明了残酷的炮烙之刑，把反对他的人绑在烧红的铜柱上，活活烤死。纣王的暴政引起了许多大臣的劝谏，也有些诸侯国表现出不满。纣王用更残酷的手段镇压他，逼死老臣商容，又骗来九侯、鄂侯和西伯姬昌3位强大的诸侯。纣王将九侯剁成肉酱，将鄂侯做成肉干，将姬昌囚禁在油里。姬昌的长子伯邑考带着礼物到朝歌求情，纣王竟将他剁成肉酱，还强迫姬昌吃下。姬昌强忍悲痛，装作顺从，每天在监狱里安静地弹琴算卦，闭门思过。纣王这才放松警惕。后来周国用大量宝物和美女，才将文王赎回。文王回到周国后，积极准备复仇，但他感到身边缺少一位能运筹帷幄的军师。一天，文王带着随从到渭水边的盘溪打猎，看见一位老人用直钩钓鱼，鱼钩离水面有3尺远，却钓得十分专心。文王觉得这位老人不寻常，就上前交谈，发现老人对天下大事了如指掌，精通政治军事，
正是他梦寐以求的人才。文王高兴地和大臣介绍，这位就是我们的太公曾经盼望已久的人才，于是尊称他为太公望。这位老人就是姜尚字子牙，因为祖先封地在吕，也叫吕尚，民间多称他姜太公。姜太公给文王出谋划策，先不要急于进攻商朝，而是训练兵马，征服西戎和密须，巩固后方，同时暗中鼓动东夷反叛，分散商朝的兵力。文王按照姜太公的计策，先后攻灭西戎、密须，又征服了崇国，在封京建立新都，修缮城墙，建立宗庙，扩建王宫。周国的势力直接逼近商朝，各方诸侯纷纷归附周国。正当文王准备起兵伐纣时，却不幸病逝。文王的次子姬发继位，就是周武王。武王尊父亲为文王，拜姜太公为军师，团结兄弟周公旦、赵公氏等人，积极准备伐纣。几年后，武王率军东进，以商朝属国的名义进行试探。军队抬着文王的牌位，大旗上写着文王的名号，武王自称太子发。军队到达孟津时，许多诸侯纷纷前来会合，表示支持。但武王认为时机还不成熟，只在孟津进行军事演习后就撤军了。与此同时，纣王的暴政更加残酷。有个冬天，他和妲己在露台上看见一老一少趟水过河，老人不怕冷，年轻人却缩手缩脚。妲己说，这是因为老人父母生他时年轻，骨髓饱满，而年轻人是一对老年夫妇所生，骨髓空虚。纣王不信，竟命人砍开两人的腿骨验证。还有一次，为了与妲己打赌，孕妇怀的是男是女，纣王命人剖开孕妇的肚子。大臣及子劝谏，被剃光头关作奴隶；比干进谏，被剖胸挖心。微子见纣王无可救药，只好逃离朝歌。武王得知商朝众叛亲离，认为时机成熟，正式出兵伐纣。周军有兵车300，乘精兵5万人，由武王和姜太公统帅。军队到达黄河时，河水封冻，大军踏冰过河，顺利抵达孟津。四方诸侯闻讯，纷纷带兵前来会师，号称800路诸侯。公元前1046年初，联军到达牧野。武王举行誓师大会，列举纣王的种种罪状，宣布侍奉天命伐纣，并规定严格的作战纪律，不准骚扰百姓，不许杀害俘虏，勇敢杀敌者有奖，临阵脱逃者处死。纣王慌忙组织70万大军抵抗，但多是奴隶和战俘。两军交战时，商军前线的奴隶和俘虏纷纷倒戈，反过来攻击商军，商军顿时溃败。纣王逃回朝歌，在露台自焚而死。商朝就此灭亡。武王灭商后，在丰水东岸建造了新都镐京，正式即位为天子，尊古公胆父为太王，季历为王季，姬昌为文王。从此开始了中国历史上的西周时期。这个故事讲述了商朝如何因纣王的暴政而失去民心，周朝如何通过任用贤才积蓄力量，最终推翻商朝的历史过程。它说明了得民心者得天下，失民心者失天下的道理，也展现了周文王、周武王等贤明君主的智慧与远见。